大家好，我是吴昕真人，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呢，主要是通过现代的科学和哲学重新注解《道德经》《心经》《金刚经》等经典，从而呢揭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如果您对我所说的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请订阅一下，欢迎您常来看看。古人说，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道又无处不在。《道德经》这本书阐述的最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道是什么。然而《道德经》呢，流传至今已经2500余年，这期间有无数的人参悟悟道，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注解过《道德经》。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至今呢，没有一个人能把道是什么说清楚。我为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说呢？这里呢，先和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道说不清楚。等你明白了道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许呢，你可能呢能领悟到道是什么。《道德经》开篇的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引起了非常多的歧义，因为非常这个名词在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常用的组合词，而这句话中的非常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常的这个意思。这句话呢出自于通行的王弼版《道德经》，而王弼版《道德经》呢成书于汉代，因为呢要避讳汉朝皇帝刘恒，所以呢在这个版本的《道德经》中呢，将所有的恒都改为了常。而在汉朝之前出土的《道德经》，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道呢可以说，但是呢说出来的道呢，并不是永恒的道。即使我们按这个版本来翻译，这句话听着呢还是让人费解。能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道，那么道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能用什么方法来描述道呢？如果大家读过《金刚经》，《金刚经》中呢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描述，例如法非法，是名法；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些话乍一听起来跟老子说的也是类似法非法，是名法，到底在说什么呢？实际上这句话呢隐含了哲学的思辨。如果大家无法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哲学原理，你呢有可能无法读懂《金刚经》，也无法读懂《道德经》。这句话所包含的哲学原理就叫做正反合。正反合其中包含了3大哲学原理。这3大哲学原理呢，就是对立统一原理、否定之否定原理，以及量变到质变原理。而这3大哲学原理呢，是德国的哲学家、古典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总结出来的。当时黑格尔总结出这个哲学的3大定律，可以说震惊了整个西方哲学界，被叹为惊人。黑格尔呢曾经也说过说东方没有哲学。其实呢他不知道，早在2500年前，老子呢就已经总结出了正反合的这个哲学定律。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当西方哲学家好不容易爬到山顶的时候，却发现了东方的圣人早已经在山顶上等着他们了。那我就来说一说
道德经的这句话为什么包含了正反合的哲学原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句话：名可名，非恒名也。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啊，名称可以命名，但呢，名称并不是事物的本身。这其中包含的哲学原理我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大家更容易来理解。例如我们说地球是一个圆球，但是我们如果把地球放大来看，地球呢并不是一个圆球，它是一个类似于鸭梨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如果我们就对着圆球我们追究下去其实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圆球也没有纯粹的圆哪怕我们用现代工艺现在加工出来世界上最圆的球，你把它放大了，它的表面还是凹凸不平的。所以说我们平常所说的圆球在宇宙中并不存在，只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名称和概念。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总结出来的形而上的概念，我们就没办法描述任何的东西。所以说当我们说地球是一个圆球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概念，而老子呢将这种概念呢叫做名，而这个名呢并不是事物的本身。我们说的每一个名称每一个概念其实都不是事物的本身。例如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白马非马的这种公案，到这里大家呢应当就可以理解名可名，非恒名也这句话的意思，以及这句话所包含的哲学的原理。金刚经中所说的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句的话也容易理解了。其实翻译过来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身，只是呢名称叫做世界而已。关于这一点，历史上只有西方天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第一个认识到了概念的局限性。他在他晚年的著作《哲学研究》中曾经呢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曾经说过，人们所用来思考以及描述的世界都属于语言学的范畴。凡是不可说的无法用语言的描述，我们都应该保持沉默。他这个说法和佛祖的说法非常之相像佛祖说不可说，一说就错，可谓呢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道说不清楚。道难以说清楚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道是一合相。一合相呢是佛教中的概念，它也出自于《金刚经》。我这里呢就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一合相。我就以黑白为例来说吧。我们所说的白并不是白，我们所说的黑呢也不是黑。例如我们所说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而在猫的眼里，黑夜呢就如同白昼。用科学来解释的话呢，黑白呢只是光的强弱，而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光可见光在电磁波中呢只占到了10万分之一。所以说呢，黑白呢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这种相对的概念呢还有很多。在《道德经》中，老子就举了很多的例子。例如他说道，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相迎也，先后之相随也，恒也。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先和后，这些都是相对的概念。你会发现所有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它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现的。如果其中的一方不存在，而另一方呢就会消失。如果没有黑的概念，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白；
如果没有难的概念，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容易；如果没有长的概念，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短。大家要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呢，用哲学的语言来概括呢，就是对立统一原理。而老子还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是说相对的概念呢，当有一方去到了极限，又会反转，黑的极限就是白，白的极限呢就是黑。大到极限的声音就是无声，而大到极限的形状就是无形。而老子呢，这一观点已经超越了哲学上对立统一的定律。我说道是一合相，所谓的一合相就是没有黑的白。如果没有黑的概念，我们就无法描述什么是白。这就是为什么道不可道的第二个原因。那么道是不是真的就无法感知、无法描述呢？这也不是。道虽然是一合相，确实呢，但是道还会演变。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一的时候，道不可以说，但是呢，到了由一生二的时候，有了二，道就演化出了相互对立的概念，也就可以说呢，道演化出相互对立的相，就像有了黑白的概念，那么呢，黑白呢就可以描述了。道由一生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法门去感知它，去描述它。而在佛学中呢，这个称为叫做不二法门，意思呢就是没有二，也就没有法门，也就没有办法去描述理解它。那么下一节我们就讲解到了由一生二，从而演化出来的第一个相是什么？老子呢又是如何描述这个相的？好了，今天呢我就讲解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对道是什么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您订阅关注。我是无心正人，我们下一期再见。